你见过世界上最凶猛的狗吗？你还记得小时候你最怕谁家的恶犬吗？80、90年代的时候，农村会咬人的狗有很多，到现在我们好像很久都没有见到过以前的那种猛犬了。是狗的脾气变小了，还是它们正在慢慢的消失？我们都知道，狗是从狼进化来的，无论狗的性情有多温顺，它们其实还是有野性的，只是没有被激发出来而已。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种类的狗依然兽性不散，攻击性极强。虽然它们已经被人类驯服，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狗对人类是具有危险性的，甚至是致命的。由于它们凶猛好斗，战斗力极强，是咬伤或咬死人最多的犬种，在世界上被很多国家列为禁犬。千万不要以为农村的狗都是土狗，有些土狗很有可能就在这10大禁犬之中。今天黑土找出了世界上最凶猛的10大猛犬，千万不要以为什么狗都可以随便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排名第10，狼犬。狼犬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狼狗，但是现在很少能听到有人这样称呼它们了。狼犬其实分很多种，比较出名的就是德国牧羊犬、狼钦、马犬、捷克狼犬，还有昆明犬，当然西伯利亚的哈士奇也是。这种狗的体型一般都较大，体重在60到100斤左右。区分是不是狼狗，主要就要看它的耳朵，如果耳朵是向上直立的，绝大多数都属于狼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耳朵直立，尾巴朝下。这种狗一般都特别的凶猛，除了狼犬的主人，陌生人是不可以去随便摸狼犬的尾巴和屁股的。他们对陌生人是有抵触心理的。狼犬的行为准则是根据自己的视线范围来判断对手的行为。陌生人如果直接上去摸狼犬的尾巴或者屁股，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的焦躁不安，很有可能会转身发起攻击。狼犬的危险一方面也源自于它们的原生态时遗传下来的习惯，这种狗喜欢磨牙，喜欢啃咬较硬的物体。狼犬的性格很难预测，它们很有可能会随时对人类发起攻击。这种狗天生谨慎警惕，陌生人靠近它们会非常的危险。而且对比其他品种的狗来说，狼犬是比较难驯服的一类。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经常被拴起来的狼犬一旦放开会更加的危险。排名第9，阿根廷杜高。这个家伙的性情非常的烈，身体强壮，肌肉发达，是一种大型猎犬。杜高犬曾是人们为了狩猎美洲狮和野猪培育而成的特别品种，它们的攻击力非常的强悍，而且攻击手段也是特别的毒辣。它们攻击对方的时候会使用锁喉技能，这可能是他们在狩猎美洲狮与野猪时练就的一身本领。杜高如果下定决心，一旦发起攻击，就是不把对方弄死，一般不会罢休。他们会本着杀死猎物的心态扑上去撕咬。杜高的领地意识特别的强，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把杜高犬当作家庭犬去饲养，但是万万不可忽视掉，它是一个天生的烈性猛犬，非常的好斗。在很多国家，杜高被列为非法犬种，因为每当主人牵着它们出门遛弯，如果中途遇到其他的狗，杜高犬很大几率会扑上去撕咬对方。要知道杜高的体型是非常强壮的，浑身的肌肉一旦发起疯来，体型小的人是根本拉不住它们的。虽然杜高犬对主人也是绝对的忠诚，但是它们的脾气也是非常的暴躁。陌生人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接近杜高这种大型猛犬，它们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的。排名第8，班道格犬。说它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名字。班道格这个名字在过去是描述这种狗的拴养状态的。班道格这个词来自萨克逊方言中的班达，意为链条，用链条拴住的意思。在过去，这种狗在当地是一种白天被绑起来，晚上才被释放出来看家护院的猛犬。之所以白天被拴起来，可能是由于这种狗太过凶猛，不易控制，怕咬伤人。这种狗的身上有一半的比特犬的血统，非常的凶猛。养这种狗的人必须是一个具有威慑力的主人，才可以驾驭得了它们。主人一定要高大凶猛，头大脖子粗，长相凶狠一些，不然以班道格的性格，一般人很难掌控它们。更可怕的是，他们在发起攻击的时候毫无征兆。对于人类来说，一般情况下，从狗的吼叫声中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什么状态。但是班道格从不用吼叫来恐吓敌人，他们属于那种人狠话不多，从不墨迹，上来就干，从不向敌人发出任何警示信号，特别的危险。当然，作为汪星人，他对主人还是非常忠诚友好的。如果是陌生人的话，最好不要轻易的靠近他们。排名第7，巴西菲勒。巴西菲勒黑土在以往的视频里提到过，
它们曾是黑人的噩梦。这种犬在很久之前被巴西的殖民者用来看守黑奴，黑奴逃跑的时候最怕遇到菲勒犬，多数黑奴都逃不过菲勒犬的追踪。这种狗的外表非常的凶猛，在黑奴的眼里，菲勒犬就像是一个监狱看守一样，监视着黑奴们的一举一动。它们的体型大，而且具有攻击性。世界上很多国家，巴西菲勒都是被禁养的品种，甚至有些国家直接给雄性菲勒犬做绝育手术，不再让它们繁衍后代。主要原因就是这种狗对主人太过忠诚，对陌生人却疑心很重。简单点来说，如果你拥有这样一只狗，并且彻底的驯服了它，你让它去攻击谁，它会毫不犹豫的就去攻击。这种狗的胆子非常的大，生性凶恶，侵略性极强，被很多人认为是极具危险的品种。好，排名第6，加纳利犬。它要比巴西菲勒更加危险，是典型的杀人犬。加纳利犬多年以来一直被世界上很多国家认为是咬伤人致死最多的犬种之一，一般很难驯服。这种狗被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禁止饲养。它的体型特别的大，肌肉异常发达，它的体重可达130斤，头含特别的大，一眼看上去这个家伙典型的一个肌肉狗。加纳利犬很早之前是由斗犬演变而来的，这种狗性格顽强，忍耐性也极强。它对主人的态度与对陌生人的态度天壤地别。对待主人，它会特别的积极，也很忠诚。但是如果是对待陌生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小孩，这种狗特别不适合做小孩子的玩伴，而且与其他种类的狗也不大好相处，性格喜怒无常，对人类具有很大的威胁性。一般人是驯服不了这种狗的，就算是有多年训狗经验的老师傅，也不敢保证能完全驾驭得了加纳利犬，不然这种狗也不会被安上一个杀人犬的恐怖称号。排名第5，德国牧羊犬，也就是高大威猛的德国黑背。它是世界上最受人类欢迎的犬类之一。德国黑背的智商在所有犬类中位列第3，它们非常的聪明且勇猛，强大的攻击力与极强的学习能力在世界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在很多国家，黑背都担任着警犬、搜救犬的工作。虽然它的身份多数都是正义的，帮助人类的，但是由于黑背凶猛的外表与巨大的体型，对大部分人有很强的震慑性。在很多城市中，聪明的黑背也是被禁止饲养的。在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10多个国家及城市，黑背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毕竟它属于大型猛犬，攻击力也是公认的强悍。如果落在不法分子的手里，黑背也是具有很大攻击性的猛犬。虽然它们智商很高，但是毕竟不是家里撒娇卖萌的宠物狗。德牧的诞生就是为了随时准备冲进生死前线，与敌人展开搏斗的。对陌生人来说，它也是很危险的品种。排名第4，杜宾犬。这个家伙几乎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里都是禁养品种。你如果牵着成年的杜宾犬上街，几乎10米开外，所有人都可能不敢靠近你。它虽然也在警队任职，但是对比德牧的话，杜宾犬的危险程度是要高于德牧的。这种狗走起路来昂首挺胸，非常的自信，超大的体型让很多人都畏惧。虽然它们同德牧一样也是非常聪明的工作犬，但是杜宾犬是非常凶猛和好斗的，它们是不允许陌生人上前随便摸它的。杜宾犬非常的敏感，对陌生人警惕性很强，性格冲动，攻击性极强。饲养杜宾犬的主人如果没有一个健壮强大的体格子，是完全驾驭不了这种拥有贵族气质的贵宾犬的。经受过训练的杜宾犬相对来说对人类还是比较温顺的。如果一只从没经过专业训练的杜宾犬，也就是私人养的杜宾，陌生人最好不要上前随便摸它，杜宾的咬合力会让我们一辈子都有阴影。排名第3，那不勒斯獒犬。它可能是所有犬类中最令人害怕的犬了。它的外表看上去特别的恐怖，这个家伙曾是意大利黑手党的最爱，它们冷漠且阴沉的表情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那不勒斯獒犬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犬种之一，它一旦对目标发起攻击，就是不死不休，而且还会残忍地吃掉被它杀死的动物，同样也包括人类。这种犬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被列为最危险的品种。最致命的就是，即便是经过系统训练的那不勒斯獒犬，也不会100%的顺从主人。它们一旦情绪激动起来，即便是主人在身边，也无法控制得了它们。更可怕的就是，它们一旦发起攻击，就冲着要对方的命去的。一般能养这种犬的人都是比它还凶狠的，一般人根本没有足够的把握能保证这种狗发起疯来不会吃掉自己。排名第2，日本的土佐。这种狗在日本的地位非常的高，它是一种凶猛的大型斗犬。经过日本人不断的培育，土佐犬融合了世界上各种顶级猛犬的血统，战斗力特别的强悍。在日本，这种狗经常被用来参加斗犬锦标赛。
在二战期间，由于食物短缺，土佐在日本险些绝种。据说当时整个日本仅生存下来10只土佐。战争结束后，他们被一些专业的爱狗人士进行精心的培育照料，才保留下来该品种。这种狗的性格比较怪，让人捉摸不透。它属于比较安静的狗，一般情况下，土佐犬是不爱吼叫的。它们以勇敢、顽强、镇静、隐忍闻名。这种狗也被日本人视为精神的象征。看似安静的土佐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犬种。它们本身就是职业的斗犬，具有非常强烈的攻击性。这种狗攻击人的时候悄无声息，一般情况下从不吼叫，会让被土佐咬到的人措手不及。最可怕的是，这种狗不但会攻击旁人，它们还会不定时的攻击饲养它的主人。在日本有多次土佐咬死主人的事件，一般养这种狗的人都是日本的社团成员，平民老百姓一般没人养这种狗。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土佐犬都被列为危险犬种，很多地方都禁止饲养，特别的危险。排名第一，斗牛犬。斗牛犬分很多种，有英国的斗牛犬、法国斗牛犬、美国的斗牛犬，也就是比特犬。种类其实有很多，包括比特犬在内，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那就是斗牛犬。由于斗牛犬凶猛的性格，它们也被人们称为老虎狗，主要就是为了彰显出斗牛犬的凶狠度。这种狗目前为止是世界上咬人致死最多的一种，尤其是小孩子和老人。虽然现在大部分的斗牛犬都已经不再踏进残酷的斗牛场，但是它们的骨子里的斗性依然很强烈。专业人士对斗牛犬的分析认为它们是属于善良勇敢的犬类，他们觉得大多数的斗牛犬都是友好的，不易暴躁的，并且是可以作为儿童的玩伴的。可能恰恰就是这一点让很多人对斗牛犬有了不一样的看法，认为它们真的就是比较温顺平和的犬类，才导致世界上饲养斗牛犬的人逐渐增多，并且认为它是没有攻击性的。可是很多人都忽略掉了斗牛犬的历史，它们的前身曾经可是站在决斗场上一决生死的斗犬，就像现在的比特与斗牛犬都是一个祖先，它们其实都不是什么善茬。第0名，藏獒。藏獒作为一个大型猛犬，当然也在很多地方的禁养名单中，它们的危险程度黑土就不过多的描述了，相信各位领导对藏獒都了解。这个家伙非常的凶猛，性格刚毅，力大勇猛，野性尚存，攻击性极强。藏獒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种可以与狼搏斗的猛犬。早些年藏獒咬死人的事件层出不穷，主要原因就是这家伙非常的护食，领地意识极强，尤其是藏獒在进食的时候，陌生人千万不要上去打扰它，一旦遭到藏獒的攻击，非死即伤，特别危险。提醒一下，在这里我们主要说的是纯的正宗纯种藏獒。藏獒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古老的稀有猛犬。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藏獒的另一个名字，叫喜马拉雅山地犬。它们常年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受气候影响，藏獒的身体要比平原地区的犬类强壮很多。简单点说，同样作为大型犬，藏獒可以快速地适应地球上大多数的极端气候，特别是高原缺氧的环境下。但是其他品种的狗就不一定了。近些年有很多人怀疑过藏獒的实力，其实也很正常。藏獒自从在世界上打出名号后，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期间，很多不法商贩通过各种手段来贩卖藏獒，其中就夹杂了很多杂交藏獒，而且从出生起，有些藏獒根本就没有在高原地区待过，战斗力自然也就没那么强悍。而真正的纯种藏獒，从小就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人家从小面对的敌人就是高原野狼，一獒战3狼可能也并非传说。比特犬那么猛，为啥就没有传出一特战3狼呢？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海洋里最凶猛的动物究竟是什么？你见过蓝鲸被猎杀的画面吗？在阴暗的海水下，这些大型生物给我们的压迫感虽然很强烈，但是真正对我们有致命威胁的动物，远比这些带给我们压迫感的大型生物要可怕得多。它们的体型不大，游走在海水里，隐藏在海里的角角落落。它们就像是专门为了阻挡人类进入海底世界的拦路虎一样，极其危险。今天黑土通过视频的方式带各位领导再次进入海底世界，认识一下海下那些对我们人类有致命威胁的10大凶猛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一个就是大白鲨。大白鲨的凶猛程度毋庸置疑，这家伙罪大恶极，它是杀死人类最多的鲨鱼之一。除了叫大白鲨，它的别称还有食人鲨、食人蛟。
它们活动的海域特别的广，几乎在世界上各个大洋的沿岸海域都有它们的身影。这种鲨鱼从出生起的体型就能达到1米以上，大多数的动物都是雄性要比母的体型大，可大白鲨却反了过来，母的要比公的大。雌性大白鲨的体长将近5米，体重高达1吨，咬合力更是高达 1.8 吨。这家伙的攻击力非常的强悍，嘴里的锯齿特别的锋利，它们咬到猎物后会左右摇摆，利用嘴里的锯齿将猎物撕碎。它之所以成为对人类危害最大的鲨鱼之一，是因为大白鲨的好奇心特别的强，它几乎会攻击出现在它眼前的任何移动的物体，包括人类的船只。人类如果漂浮在海里遇到大白鲨，生还的几率几乎为0。在所有的鲨鱼种类中，大白鲨是迄今为止咬伤人类最多的。除了攻击人类，在整个海洋里，它们几乎会攻击多数的鱼类和海鸟。除了虎鲸之外，大白鲨几乎没有天敌。好，第9个，梭游。这个家伙长得花里胡哨的，看上去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攻击力，可它却是一种毒性极强的大毒物。梭游的体长可达40厘米，它的背部长着10几根毒刺。当有人靠近它们时，它们就会把身上的鳍条张开，让自己尽量的变得更大一些，来警告对手。如果有一些胆子大的，直接上去一把就抓住或者咬住梭游，那就会被梭游身上的鳍条与毒刺扎伤。它们虽然不会主动攻击我们，但是它们的防御系统特别容易被触发。一旦有东西靠近，它的毒刺就会立刻进入到随时攻击的状态。如果有大型掠食者，比如鲨鱼去吞噬它们，多数情况下，鲨鱼吃到它都会吐出来，因为它身上的刺会扎伤大型掠食者的嘴，这会给吞噬它的捕食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它的毒液并不会让人致命，但是极其的危险，一旦被它刺伤会极度的疼痛，并且会呼吸困难。如果人类在潜水时不幸被它刺到，虽然它的毒液不会让我们致命，但是疼痛会让我们在水下痛苦难耐，严重了很有可能会溺水而亡。第8个，河豚。到这里黑土要跟各位领导解释一下，今天我们说的河豚并不是人类养殖的河豚，而是大海里拥有剧毒的野生河豚。河豚有很多种，大部分都有剧毒。在所有的河豚种类中，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脊椎动物。野生河豚体内的河豚毒素对大多数的动物都有剧毒，中了河豚毒的人最快10分钟内就可能死亡。不过河豚的毒素大部分都聚集在河豚的体内，主要就是河豚的内脏和它的卵巢中。真正的野生河豚的皮肤与肠道中也会有少量的河豚毒素。它们皮肤表层的毒素虽然不会对海洋里大型的掠食者产生影响，但是足以杀死人类。虽然在我们国家河豚都已经被搬上了餐桌，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食材都是选用的人类养殖河豚，而且都是经过专业的厨师处理过的。真正的野生河豚毒性极强，各位领导千万不要被这个家伙可爱的外貌给迷惑了。第7个，蓝环章鱼。这个家伙的体型不大，却是一个杀人于无形的职业杀手。一只蓝环章鱼所携带的毒素在数分钟之内就可以杀死26名成年人，它是已知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最可怕的是，被这种章鱼蛰伤中毒后，基本上可能就只有等死了，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解毒剂可以抵御蓝环章鱼的毒。它的毒素是一种神经毒素，被它蛰到后，人虽然不会立刻死亡，但是整个人的神经系统会瘫痪，神志清醒，但是不能动弹，只能活生生的亲眼看着自己被淹死，特别的残忍。不过它们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只有当自己受到威胁时才会发起攻击。它们的体型不大，而且身体还会根据环境的不同自由变换颜色。它们有时会隐藏在海边的沙土下，人类如果不小心一脚踩上去，运气不好可能会当场丧命。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一般都生活在太平洋靠近日本的海域。第6个，石鱼。海滩的剧毒潜伏者，它们的伪装技能特别的高超，海里的每处角落都有可能是它们的潜伏地点。石鱼的背部长有10几根粗大且锋利的毒刺，它们经常会伪装成岩石的模样，静静地趴在水下，等待倒霉蛋的来临。由于这种石鱼经常会出现在较浅的水域或者海滩，导致人类很大几率会踩到它们。如果一个不小心踩到石鱼的身上，石鱼背部的10几根毒刺就会刺穿人类的皮肤，同时注入石鱼的致命毒液。它是世界上最毒的鱼类，被石鱼扎伤立即会呼吸困难，并且浑身会剧烈的疼痛，不是一般的疼痛，是立即剧烈的疼痛。中毒者1个小时之内身上的皮肤会变成蓝色，短短3个小时就会死亡，特别的恐怖。它们是人类已知最毒的鱼。第5个，黄鲷鱼。最近网上这样一个视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一个人在给黄鲷鱼挠痒痒，看上去特别的可爱，但是大家都忽略了黄鲷鱼的危险程度。这个穿我们的身体，它们的尾部两侧长有锯齿，刺入我们的皮肤后再拔出来，伤口就会止。第4个，虎鲨，它是个凶猛且贪婪的掠食者，几乎可以吃任何海洋中的食物。虎鲨的危险程度是仅次于大白鲨的，除了大白鲨，攻击人类最多的就是虎鲨。它们的体型与大白鲨差不多，刚出生也是1米多，成年虎鲨可达5米以上。虎鲨主要是夜间行动，白天一般都下潜到更深的水域。它们的食物特别的复杂，几乎只要是海里能咬得动的，它们几乎都会吃，包括人类丢向海洋的垃圾。它那满嘴锋利的牙齿可以咬断很多坚硬的物体。虎鲨攻击猎物的时候会一口咬住对方，左右摇摆，用力从猎物身上撕掉大块的肉，特别的凶猛。不过虎鲨也并不像大白鲨那样见到人类就一定会攻击，它们一般情况下会先观察一会儿，如果人类身上有让它们感兴趣的东西，它们就会试着先咬一口试试。第3，贝尔彻海蛇。到这里，黑土还要请各位领导原谅，由于蛇的画面会引起部分领导视觉上的不适，黑土会将海蛇打码，还望各位领导谅解。贝尔彻海蛇是全球毒性最强的蛇类之一，它们经常游走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暗礁周围。贝尔彻海蛇体长可达3米，体型与陆地蛇相差不大。这种蛇的毒液与陆地蛇的毒液大同小异，它的毒液中也是含有神经毒素。被它咬到后，如果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同样也会有生命危险。庆幸的是，这种海蛇的性情相比陆地上的蛇比较温顺，一般情况下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只有在受到极大的危险时才会对人类发起攻击。相比其他的有毒生物，海蛇在海里算得上是比较心软的一类了。不过它的毒液中含有非常致命的毒素，对人类来说依然是相当的危险。第2个，虎鲸。丛林之王是老虎，草原之王是狮子，而大海里就数得上虎鲸了。它是海上的霸王。虎鲸不仅性情凶猛，它们还拥有超高的智商与巨大的体型。虎鲸的活动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海洋区域，特别的广泛。这个大家伙是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成年的虎鲸体型将近10米，体重更是高达5吨以上。它们一般情况下都是群居，最多有40多只一起活动。它们在捕猎的时候像狼一样，拥有超强的组织能力，并且还会运用战术，合力围攻大型猎物，甚至是海洋里最大体型的蓝鲸，有时都会被虎鲸猎杀。虎鲸除了组织性强，攻击力强悍，最重要的就是它们的智商。它们可能是海里为数不多的一种可以钓鱼的动物了。它们有时会将腹部朝上，一动不动地漂浮在海面上，给其他动物一种死亡的假象。当有海鸟或者其他动物接近它，准备啃食的时候，虎鲸就会看准时机，突然翻身，用尾巴将猎物拍晕，然后再将它们吃掉。这家伙的智商非常的高，海里一些大白鲨什么的根本不是虎鲸的对手。第1个，箱形水母。它是世界上最毒的动物之一，也是海洋里最毒的动物。这种水母长有60多根触须，每根触须的长度最高可达9米。它们的触须上有上亿个微小的储存毒液的刺细胞，特别的危险。毫不夸张地说，碰到它就会中毒。一只箱形水母的毒液足以毒死60个成年人，而且中了箱形水母毒的人几乎99%是必死的。如果不小心被它蛰到，4分钟之内如果不能立即治疗，必将死亡。短短4分钟的时间就足以让人一命呜呼。它们触手上的毒刺细胞能轻松地刺入到人类的皮肤，释放毒液，一旦接触几乎是必死无疑。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可以活上千年的动物你见过吗？在整个地球上，可能所有的动植物都逃脱不了生死。在我们人类看来，生老病死就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任何人或动物应该都摆脱不了。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可以摆脱生死的物种存在？今天黑土找出了世界上寿命最长的10种动物，跟各位领导一起来探索一下生命的尽头。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排名第10，金刚鹦鹉。它属于一种体型较大的鸟类，体型最大的金刚鹦鹉是其中一种名为紫蓝金刚鹦鹉的，它的体长最大将近1米。难以想象，这种鸟的寿命可达80多年，个别的甚至有可能活到上百年。在大多数的鸟类中，一般体型较小的鸟类，比如我们常见的麻雀，寿命也就只有3年左右。
金刚鹦鹉之所以能活这么久，可能跟它的栖息环境与生活习性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大型鸟类生活在亚马逊热带雨林中，它们的力量极大，特别是它的尖嘴。在荒无人烟的亚马逊雨林中，长着很多硕大的果实，特别是棕树果。这种果子的外皮非常的坚硬，人用锤子也很难轻松地将其砸开。但是金刚鹦鹉却可以利用它强劲有力的嘴，将坚硬的棕树果啄开，力量相当的大。作为一种生活在处处充满危险的亚马逊雨林中的鸟类，可以活到80年以上，当然也少不了金刚鹦鹉自身携带的一种特殊技能，就是百毒不侵。在热带雨林中有很多有毒的果实和花朵，可这些毒物恰恰就在金刚鹦鹉的食谱之中，它们主要就是靠果实、果仁为主要食物。这些对人类来说是剧毒的果子，金刚鹦鹉吃了反而不会中毒。还有就是各位领导都比较关注的问题，这种大型鹦鹉非常聪明，有些品种可以模仿人类讲话。你如果身处亚马逊雨林深处，大晚上听到有人讲话，请不要害怕，有可能就是金刚鹦鹉。好，排名第9，大象。大象作为陆地上的巨无霸，活的时间久一点应该不过分。体型最大的非洲象，平均年龄在70年左右。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除了人类，大象可能是寿命最长的。在危机四伏的非洲草原，大象寿命的延长也得益于它们巨大的体型。在整个非洲草原上，大象没有天敌。虽然有时候也会受到狮子的骚扰，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大象是根本不用担心有动物去攻击它们的。巨大的体型为大象抵挡了绝大多数外来掠食者的攻击，不受外界的干扰，大象也就可以踏踏实实的长身体了。非洲象走起来看似缓慢，其实特别的快，它们的每一步都迈得很大，而且还是高抬腿。为了填饱肚子，大象每年要走上万公里的路，它们每年都要穿过溪流、湖泊、森林、沼泽。大象的一生就像一次慢性的寻食旅行，从出生起就要跟随象群不断的迁徙走路。在不断的运动当中，大象的抵抗力与人家天生携带的优秀基因，与大象抵挡了很多病毒的袭击。也就是说，成年大象得病的几率会很小，虽然也有少数病死的大象，不过大多数大象都是被人类给弄死的。如果不受人类的干扰，大象的寿命很有可能会上百年。第8名，大蜥蜴。在蜥蜴中有一种叫3眼喙头蜥的，寿命可达100到200年。这种蜥蜴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科学家研究发现，这种大蜥蜴的祖先有可能是跟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期，它们可能是恐龙时代幸存为数不多的物种之一，是真真正正的远古生物。更意外的是，这种大蜥蜴竟然拥有第3只眼，是一种极为罕见的3眼生物。它们的第3只眼长在头顶的正中间，被称为顶眼。这只眼的结构与普通眼睛不同，不过依然拥有正常眼睛的特征。这只眼有视网膜与大脑连接的身体。可以确定的是，这确实是一只眼睛。不过它为什么会长出第3只眼，还无从得知。不过等到大蜥蜴步入成熟期后，这只眼睛就会逐渐消失。这只眼睛具体起到什么作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这种大蜥蜴可能是所有爬行动物中生长速度最慢的，它们的身体生长一般维持在35岁之前，最大体长将近1米。这个家伙通常都是夜间行动，白天一般都待在洞里，晚上才缓慢地爬出来寻觅食物。它们可以轻松地活到100岁以上，在所有的爬行动物中，除了乌龟，大蜥蜴就是寿命最长的。被人类圈养的大蜥蜴寿命甚至有可能延长至200年。好，排名第7，陆龟。在所有的龟类中，陆龟的寿命是最长的，其中有一种名为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是体型最大的陆龟，也是寿命最长的。这种龟的寿命可达200年。有句话叫千年王八，万年龟。这句话其实想表达的并不是乌龟的寿命，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就是100年的兔子没人追。在古代主要就是拿来形容一些老奸巨猾的人。其实乌龟并不能活过上万年，当然甲鱼更活不过1000年。已知寿命最长的陆龟就属加拉帕戈斯象龟了，有记录的寿命最长的象龟活了175年。它们的行走速度非常的缓慢，每小时 0.3 公里的速度。它们是食草动物，主要就是以仙人掌、草、树叶为食。最意外的是，这种龟可以长时间不喝水，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它们依然能坚持生存长达1年半的时间，生命力非常的强悍。主要原因就是它们每次在喝水的时候，都会将一部分水储藏在自己的身体里。在它们的世界里，所有的行为都是缓慢的，这也包括新陈代谢。排名第6，弓头鲸。
弓头鲸是唯一一生都生活在寒冷的北极水域中的一种大型生物，它们的寿命高达200年以上，体重可达100吨，体长更是超过了20米。这个大家伙的嘴可能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它的嘴几乎占身体长度的1/3。它们游泳的速度非常的缓慢，大概每小时只会游动3到5公里。刚开始动物学家估计弓头鲸的寿命也就在60到70年。可就在2007年5月，科学家在一头长达15米的弓头鲸的身上发现了一只长9厘米的爆炸鱼叉的插头。从外观上来看，这种鱼叉是1879年到1885年的人使用的东西。科学家由此推断，这头弓头鲸有可能在1880年就已经存在，一直活到了近代。经过这一重大发现，科学家不得不重新定义弓头鲸的寿命。之后，科学家又对其他弓头鲸的年龄进行了认真的测量，发现其中一头标本估计有210多年的历史。由此可见，这种大型弓头鲸的寿命完全可以达到200年以上。据研究发现，它们90岁仍然拥有生殖能力。排名第5，红海胆。红海胆是一种生活在浅海水域的无脊椎动物，它们是地球上寿命最长的动物之一，可以存活超过200年以上，甚至更久。与其他长寿动物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大部分能活过上百年的动物都有衰老的迹象。可是红海胆似乎没有这种现象，它们可以永葆青春，几十岁跟上百岁的红海胆，除了体型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功能一切正常，并保持着年轻的状态。虽然它们不能够长生，但在一定意义上，它们确实得到了不老，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不朽生物。它们的生长速度极其的缓慢，当海胆22岁之后，每年几乎只生长1毫米，但是从不会停止生长，不过速度非常的缓慢。这种小型无脊椎动物依靠海洋中的海藻为食。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这种海胆曾被认为是海洋中的灾祸。由于它们靠吞食海藻为生，人们认为它们在破坏海洋的生态系统，所以打算竭尽全力的将海胆毒杀清除掉。但是到了70年代，海胆突然出现在海鲜的行列中，成为了人们的食物，并且还被高价出售。海洋生态学家才放下心，认为海胆不会影响到海洋生态。好，排名第4，锦鲤。看到这里，各位领导有没有感到很意外？反正黑土刚知道的时候非常的意外，这不就是公园里的观赏鱼吗？很多人在欣赏锦鲤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去想它的寿命。其实锦鲤的寿命可达220年以上，甚至更长。已知寿命最长的锦鲤是日本的一个名为花子的红色锦鲤。这条锦鲤生于1751年，也就是乾隆16年，死于1977年，整整活了226年，历经了2次世界大战。它不仅是最古老的锦鲤，也是有史以来最长寿的淡水鱼。养这条锦鲤的人是一个日本的博士。据他描述，这条锦鲤是从他母亲的祖母那里传下来的，到他这里，这条鱼已经被传了4代人了。为了验证这条锦鲤的真实年龄，科学家从花子的身上取下了2块鳞片，送到动物科学实验室里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研究，最终确定这条锦鲤确实已经活了200多年。在寻找这条鱼的长寿原因的时候，科学家意外地发现，同花子在一个池塘中的5条锦鲤的寿命也都超过了100岁。后来经过分析推断，可能是它们生存的地方水质较好等等原因，为锦鲤提供了一个舒适的长寿环境。排名第3，格陵兰睡鲨。它是地球上已知寿命最长的脊椎动物，它们156岁才成年，寿命可达400多年甚至500年。这种鲨鱼从出生到搞对象足足要等1个世纪。格陵兰睡鲨是一种深海鲨鱼，经常游走在深达1200米处寒冷的水域中。格陵兰睡鲨的体重高达1吨，体长可达7米，牙齿非常的锋利。它们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大约每年只能够长1厘米。它们的行动缓慢，虽然游泳速度不快，但是却是一个顶尖的捕食高手。人们曾在格陵兰睡鲨的体内发现了北极熊的尸骸，这种能活400年的老怪物同大白鲨一样凶猛，以海鸟、鱿鱼还有各种腐肉以及内脏为主要食物，非常的残忍。它们还会吃掉自己的同类。在格陵兰睡鲨的细胞组织中含有高浓度的毒素，也就是说这种鱼的肉有毒，不过被它们自己的同类吃掉并不会导致中毒。这种鲨鱼在国外被当作海里的清道夫，在整个北极生态系统中，格陵兰睡鲨属于顶级掠食者，它们几乎会吃各种各样的鱼，其中包括海豹与北极熊。好，排名第2，北极蛤，就是我们俗称的蛤蜊。北极蛤的生长速度比其他种类的蛤蜊要慢，这种北极蛤的寿命可达500年以上。由于生活在寒冷地区，新陈代谢减缓，
北极蛤的生长进度会进一步放慢，等到夏季温度上升才继续生长。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方式才导致北极蛤的寿命变得这么长。2006年，科学家在冰岛北部海岸挖出蛤蜊后，经过研究人员根据贝壳的年生长带推算，猜测其中一只蛤蜊已经有405年的历史。最初，一位英国的记者得知此事后，将这个活了400年的蛤蜊命名为明，因为这只蛤蜊的诞生时间就是中国的明朝。后来科学家为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北极蛤，对其进行了专项的研究，最后证实这只被命名为明的蛤蜊并不是400年的历史，而是惊人的507年。好，排名第一，灯塔水母。灯塔水母的体型非常的小，身体像一口钟，直径约为4到5毫米，身体是透明的。它们生活在热带海域，而且还是肉食性动物，主要就是靠吃浮游生物跟鱼卵为食。当然，作为水母，虽然体型不大，但是它也是有毒的。这种水母之所以被称为永生的水母，是因为这种水母可以从水螅体进行无性繁殖。通俗点说，就是这种水母老了之后，可以仅凭自己的能力进行分化转移，让身体重新恢复成年轻的幼虫，真正做到了返老还童。在理论上讲，它这种分化转移的过程方式是没有次数限制的，也就是说，灯塔水母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分化转移，返老还童。在一定意义上，它可能真的做到了长生不老。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